不可能被一更小了，柳英这次输定了。柳英小姐，到你了。这小说写的什么鬼？你输了。不愧是刘英小姐，在下愿赌服输。都怪你！害我输得倾家荡产，妻离子散，我杀了你！这是哪儿？我不是死了吗？唐流莹啊，听闻你打小体弱多病，胆小如鼠，今日一见，果真如此。唐流莹，难道说你是那个文不能提笔，武不能扛枪，啥也不会的宁王府世子陆昭野？别以为你是我娘子，就可以当面羞辱我。完了，我这是穿进刚看的小说里了。书里说，唐大将军宠妾灭妻，导致原主娘亲早产，害原主从小变成了喝药续命的病弱嫡女。为逃离唐家，原主甘愿嫁给人人避之不及的京城头号纨绔。庶美唐如意却和王府养子陆明宇联手，骗得陆昭野倾家荡产。陆明宇用那笔钱投靠东宫，栽赃陆昭野通敌叛国，将我们这对炮灰夫妻斩首示众。我的天，这小身板死的也太惨了！喂，被小爷吓傻了？都怪这不争气的！痛！你3岁能舞剑，5岁可挽弓，本可以继承封地，坐拥上百城池，却因留恋玩路生活主动放弃，白白浪费了天赋一笔，活该英年早逝。你说狗的不成？不行，我必须把陆昭野拉上正道，才能改变命运，活下去。夫君，对不起嘛，人家只是一时情难自禁，想在你身上留个专属印记。你也知道，我从小体弱多病，京中无人愿意娶我，可夫君不但不嫌弃，方才还特意扮丑逗我开心。能嫁给夫君，是我今生最大的荣幸。扮丑？我那是想吓死你。他这么开心，还是别让他知道我娘是为了他的嫁妆才让我娶她。那个，我先扶你起来。这女人怎么软弱无骨，我都怕把她捏碎了。对了，夫君，我们还没喝交杯酒。时候不早了，我兄弟还在赌坊等我，先走了。赌坊？不许去！夫君，你好心急。我没有，你别乱说。只要夫君别去赌坊，今晚春宵一刻，我们不着急。不行，我要是言而无信，日后无人同我玩乐了。夫君，你若是去了赌场，3日内必会倾家荡产，然后变卖祖宅，弃病父母，全家获罪。停！小爷还没去呢，你就咒我，也太晦气了吧！我说的都是真的。原主这身子真是弱爆了。小姐，您何必在一个纨绔身上白费心思？陆昭野本性不坏，我记得他3岁就能倒背兵法，本是个好苗子，却不知为何硬生生成了个二世祖。珠儿，去请大夫。世子妃脉象诡异，并非先天体弱，倒像是打娘胎里就中了慢性毒药啊！小姐，他们太过分了。
老夫先开一剂方子为您压制毒性，若能寻到凤血枝，方可彻底治愈。有劳了，等我调理好这副身子，你们一个都别想跑。小姐，世子爷在千金赌坊与您庶姐一起推牌九，赢了5万两黄金呢。继续盯着。小姐，不好了，世子爷今天输了10万两。莫慌，继续盯。小姐，出事了，世子爷连输50万两，正嚷嚷着找王爷讨要房契。时机成熟。王爷，是明宇没有拉住世子，你要打就打我吧。不关你的事，定是这孽障任性妄为。是，我一人做事一人当。本王打死你个孽障！风一吹就倒的身子，逞什么能？夫者，其之天也。夫君是我的天，天要是塌了，刘姨岂能独活？连爹娘都嫌弃我，还是头一回有人如此珍重我。来的正好，唐二小姐，你好歹也是出身将门的大家闺秀，如今却纵容夫君滥赌，是你失职，理当一同受罚。打不得啊，王爷！您瞧，世子和世子妃已经圆房了。臭小子，吃喝玩乐样样精通，唯独不曾找过姑娘。外面都说他那方面不行。王爷，那昭儿岂不是快要当爹了？您就把地契给他填债吧，万事以子嗣为重。这宁王妃倒是心善。哎，小说里宁王府覆灭那日好像没提到他的下场，都怪我一目十行，把很多情节看漏了。可福迪乃是陆家根基，岂能抵债？要不把世子妃带来的嫁妆……闭嘴！主子议事，没你说话的份儿。陆明玉果然早和姐姐联手，冲着我的嫁妆来了。刘盈愿将娘亲留给我的10胎嫁妆尽数献出，为夫君偿债。胡闹！照这样下去，你多少嫁妆都不够给他填窟窿。万万不可，这嫁妆可不能随便动。娘果然在意她的嫁妆，可不能让她的嫁妆没了。我才不要，花女人钱多没面子。我的就是夫君的，你何必与我见外？听闻我长姐也参与了赌局，她向来与我不和，怕不是故意给夫君做局。夫君，都是我连累了你。做局？他们敢给本做局？他们敢给本世子做局？他哭的叫我心里怪难受的。别哭了，擦擦。夫君不带我去，是觉得我没用。我是怕你身子受不住。好好好，我带你去就是了。好嘞，走吧。母亲，说了多少次别叫我母亲。记住，你只是我的远房表侄，收做王府养子，陪世子读书而已。要是被人知道我进府前就有了你，我们娘俩都完蛋。是王妃，明宇知错。那病秧子带了10台嫁妆进门，我本可尽收囊中为你所用，你为何多此一举怂恿他拿出来抵债？您今日也看到了，就算宁王娶了您当续媳，也未曾让您诞下一儿半女，他心里只有他的宝贝儿子陆昭义，想贪墨嫁妆，谈何容易？你想怎么做？我会联合那唐如意再做一次局，届时我便能彻底毁了陆昭义，拿下宁王府。受不了就回家去。没关系的，夫君，你喜欢的地方我都陪你。跟着败家子能干嘛？喝西北风吗？这痨病鬼怕不是脑子被药渣泡坏了。把那3个阿萨字给小爷咽回去。骂你败家子儿，骂错了吗？小爷说的是痨病鬼，别再让我听到第2次。哟，你这病秧子也敢来赌坊，到时候吓破了胆，可没人替你收尸。放肆！对世子妃放尊重点。这家贼不拿个奥斯卡，真是对不起他的演技。千金赌坊只欢迎1掷千金的玩家，药罐子里泡大的玩意儿，你能知道怎么推牌九？打牌不就是凭运气吗？万一我运气好呢？你不是来同你姐姐说情，而是想靠运气翻本，简直胡闹！
跟我回去。来都来了，夫君，你喜欢的东西我也想学。这又不是什么值得学的好玩意儿。没关系的，夫君，如意是我亲姐姐，她会让着我的。行，本世子正好也看看他们是怎么做局的。要是被本世子抓住，一定叫他们好看。姐姐，这些够吗？倒也勉强够你小赌气吧。那姐姐今日就陪妹妹玩一局。世子爷，要不要一起？世子爷近来手气不佳，不如有小的代劳也行，免得回去又挨鞭子。妹妹，需要我告诉你怎么玩吗？夫君，你给我说说怎么玩。我可只说一遍啊，你要是玩不明白，就跟我回去。打牌九，说白了就是每人2张牌比大小，对子最大，没对子就比点数，一把定输赢。哦，那就开局吧。你到底听懂了没？玩着玩着就会了呗。我闷100。先看牌。100牙丑可是1200白银，你牌都不看就瞎玩啊？这样啊？我就说你没听懂。没关系的，夫君，这不就是比运气吗？我从小体弱多病，尚在襁褓时就被逼走生母，长大了又被迫出嫁，倒霉了这么多年，也该到翻盘的时候了。难得与妹妹开局，我跟一个，我也赔一个。好，那恭喜啊，妹妹，你赢了。我赢了？这也太简单了。夫君，我就说我运气很好吧。你这手气，怕不是偷了财神爷的裤腰带。继续。哇，我又赢了，赢了，好玩好玩。差不多行了，都咳成这样了，回家歇着去。哎呀，夫君，你别扫兴嘛。世子说的对啊，我们今日是来还债，别越陷越深了。我运气这么好，说不定都赢回来，就不用还了。那不如我们趁热打铁，换个玩法，筹码从100改为1000。不行。为什么？我昨日就是从不封顶开始倒血霉的，你不懂牌九，别胡闹。你懂怎么输了个精光？夫君，别拦我，趁我运气好，赶紧把钱都赢回来。你这对蠢货加病秧子，那我就让你把嫁妆也全都吐出来。咱们继续。鱼儿上钩了，我还以为多大能耐，不过是下三滥的掌心雷，标记这么明显，也就陆昭野这傻子看不出来。这会儿恐怕桌子底下正在偷龙转凤吧？一张桌子这么几个人，就逮着我一个捞，难怪陆昭也会把家底赔穿。妹妹，你输了。哎，那我刚刚赢的钱还有带来的金元宝全没了。我就说不能加注，趁现在赶紧收手。对啊，世子妃，现在收手还来得及，你也没有带够金元宝，还是算了吧。玩不起就别玩。谁说我玩不起？珠儿，你回去拿钱。姐姐，我们先玩。何况我夫君是世子爷，你还怕我赖账不成？他怎么来了这里跟变了个人似的？这赌博果然害人。娘子，我们回去吧。我错了，我以后不赌了，行不行？妹妹，出嫁从夫，我看你还是听妹夫的吧。对呀，你听世子的吧。这俩人都差把狼狈为奸写脸上了，这个蠢东西竟然都没发现。不用管他，咱们继续开局。姐姐，轮到我洗牌了吧？姐姐，轮到我洗牌了吧？好啊，你来洗牌。哎，他在做什么？对不住啊，各位，我手笨。我真是疯了，怎会觉得这个病秧子能做局？妹妹，你到底行不行啊？快点！哎呀，你到底在搞什么？夫君抱抱，我喘不上气了。你再吼一声试试！哎呀，唐大小姐别生气，我们世子妃第一次玩牌九，手法生疏，何况她身子弱，万一吓晕过去就不好了。夫君，我看他们洗牌挺简单的，轮到自己怎么手一直抖呢？没事没事，身体要紧。娘子，要不我们就不赌了吧？要是房契不够甜，我的象牙蛐蛐罐、紫檀鸟笼子都得卖掉。我的天，光是想想心就好痛。现在才知道心痛戒赌，晚了。姐姐，我的钱还没到，你先出筹码吧。5000。姐姐，你都不看牌的呀？既然如此，那我也不看。不如我们再加大点筹码，怎么样？哦，妹妹，你说说看，你想怎么玩？这局我们都不看牌，
盲根。我以10里红妆为主，姐姐可敢与我？我以10里红妆为主，姐姐可敢与我见个高低？你说的话可当真？唐流莹，你疯了！要是她把嫁妆输光，还怎么在宁王府立足？娘若是因此要赶她走，不行。虽然她病恹恹的，但她嫁给了我，就是我的娘子。你别忘了，世子爷昨晚输掉的50万两还没还清，你用这嫁妆填窟窿还来得及。要是都输了，可就什么都不剩了。填了窟窿，照样回去喝西北风。但若是翻了本呢？你这是把脑仁当药丸子吞了吧？大白天癔症发作。姐姐，莫不是跟不起了？怎么会？我跟到底。来人，去把我娘给我的铺子全部拿来换成筹码，反正能赢，到时候全都赎回来便是。瞧瞧这可怜的家当，果然只是个庶女。夫君，你说是吧？就是。加码，把我娘手里的田产和地契也都拿来。开牌吧。妹妹，这10台嫁妆你还没捂热，就得还我了呢。千牌一出，谁与争锋？天要亡他宁王府啊！完了！良田美宅全输尽，阔少千金变乞丐。妹妹，事到如今，你除了卖身抵债，别无他法。滚开！小爷把命搭上，也绝不会让。如今宁王府已经输得一败涂地，你拿什么护他？你先回府。债还完之前，一个都别想走。你若现在让出将军府嫡女之位，再让你夫君趴下学2声狗叫，我或许能免你们3分利息。怎么，不服气啊？我自断一臂，放他走！这傻子，夫君，手要是没了，以后还怎么翻盘呀？没有以后了，都怪我10赌10输，千金散尽，万债缠身。从踏进赌场开始，我就已经走上了不归路。可以，只要你这刀不哆嗦，血溅得够高，喝彩声够响，我就放他走。我还没开牌呢，你们一个个的急什么呀？唐流莹都死到临头了，还跟我装傻充愣呢。你想翻盘，除非天降惊雷劈开这张桌子，让你摸出至尊宝。至尊宝？怎么可能？老子玩了半辈子都没见人开出来过。唐大小姐，我看你是说笑了。所以只要我开出至尊宝就赢了喽。牌九规矩，至尊宝一出，万牌扶手通杀全场。不过它出现的概率可只有1/1000。哦，是这样啊。那万一我开出来了呢？你要是开出了至尊宝，我明日就去宁王府当看门狗。被你们说的，我都不敢开牌了。开吧，天塌下来，我给你顶着。这是娘子，这丁3配2 4，通杀天下无敌手。没想到你竟让我见识到了传说中的至尊宝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怎么可能刚好开出至尊宝？唐流莹，你出千！夫君，出千是什么？出千，就是某些输不起的人硬要给你泼脏水，说你作弊。哦，原来作弊就能开出至尊宝呀！那姐姐这么厉害，不如现在当场开一个我看看。只要姐姐开出来，流莹立刻认输认罚。你就是至尊宝不是出千就能开出来的，何况就他刚才洗牌那个手法，怎么可能出千？唐流莹，你不可能运气这么好，你就是出千。唐如意，你输不起便栽赃我娘子，我看你是贼喊捉贼。输了就是输了，姐姐，你的筹码都归我喽。来人，抬东西，你们敢？你敢跟本世子叫板？世子，赌场可容不得仗势欺人。住手！何人在我千金赌坊？孟老板，就是他，一个牌都没摸过的新手，随手就能开出至尊宝，其中必有猫腻。世子妃今日的手气确实令人叹为观止，不如咱们再玩一局。我就是随便摸的，好不容易赢的钱，万一输回去怎么办？看，他心虚了。孟老板，这绝对有问题。你再敢对我娘子不敬，可别怪本世子打女人。各位息怒，这样咱们只玩一局，筹码嘛，我出他的10倍，
您若赢了，全归您。不行，唐大小姐，既然来了我这赌坊，输不起，你可知道下场？若你输了，我分文不取。您只需告诉我，方才那手至尊宝是怎么摸出来的。娘子，这赌注听起来像在套你的话。孟老板，说话算话。当然，我孟千金开赌坊这么多年，说一不二。他们都笑我不会洗牌，就有劳孟老板了。好说。哎呀，我输了。夫君，看来我的运气都用在开至尊宝上了。这是老天爷在告诫我们，娘子，咱们以后不能再赌了。这可是你说的。我以后绝对不赌，否则我赛马必摔断腿，斗鸡必啄瞎眼，遛弯必遇风口。好了好了，我相信你。夫君快别这样说，难道他真的纯靠运气？这是什么？糟了！哎，这颜色好像是姐姐用纯脂标记骨牌，在桌子底下偷摸换牌，在我的地盘出千，你活得不耐烦了？不是，这是我不小心碰的。好你个唐如意，果然是你贼喊捉贼！夫君，人心险恶啊！娘子，赌博果然害人啊！说，你的同伙是谁？不是我，我跟朝野情同兄弟，怎么可能联合这个女人一起骗她？是吗？那看来出千一事是唐大小姐负全责了。陆明宇，事到如今你还想置身事外？贱人，我跟你素不相识，只是一同赌了一把，你为何要冤枉我？你敢打我？世子妃，您的庶姐向来跟您不和，一定是她想要挑拨我和世子关系，让我们宁王府内讧。陆朝野该不会又要被这个戏精给骗了吧？我不打女人，但我可以打你。陆明宇，我们从小一起长大，爹娘更是待你如亲子，王府供你吃穿用度样样不差，你却帮着外人算计自家。世子，不，朝野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求你放过我这一次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赌坊的规矩，老千剁手，同谋同罪，若想保住手，需要赔偿双倍赌注。朝野，按规矩办吧。从今日起，陆明宇不再是我陆家的人。不要，朝野，你这样对我，王妃若知道了，我娘向来疼爱我，要是知道自己养了你这么个玩意儿，更加不会放过你。娘子，我是不是太残忍了？夫君，你别这么想，你当他是兄弟，他却当你是肥羊，差点忘了，还有你。我赔，我爹是当朝骠骑大将军，他有钱。没记错的话，世子妃才是将军府嫡女吧？你一介庶女能得到重视？我爹最疼爱的就是我了。唐流营空有嫡女名号，过得还不如我家的洗脚丫鬟。那走吧，带上唐大小姐，咱们去将军府取罚金。夫君，正好我也想回趟娘家，要是姐姐被罚，或许我还能为她说说情呢。我陪你一起去。老爷，不好了！千金赌坊一大帮子人押着如意小姐来要债，整条街的人都知道了。快，抬上来！快！娘，快救救女儿！孟老板，小女不懂事，这些唐将军，您这是打发？这逆女到底欠了多少？赌债100万两黄金，出千赔付100万两黄金。这么多？怎么，唐大将军是要抵赖？还愣着干嘛？去把你的铺子和田产也当了换钱啊！爹没了，娘名下的，我也早就换成赌注了，没了。一定都是你这小贱人设的局！姨娘，刘盈自小养在深闺，什么也不懂，哪有本事给姐姐做局呢？你来这里干什么？我看姐姐欠这么多钱，本好心过来看看，能不能帮上忙。看来，夫君，姐姐说的对，我在将军府连下人都不如，咱们还是走吧。站住！爹不会打我嫁妆的主意吧？这要是传了出去，都知道爹您宠妾灭妻不说，女儿也怕是在宁王府无法立足。爹，你忍心吗？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牙尖嘴利？在你把我母亲赶出府的那晚喽。闭嘴！你个不孝女！夫君，岳父大人，下一次再这样，就别……我本想免了姐姐的债，
可唐将军这一巴掌，未免太不顾及父女情分。你要免债，那你还我一巴掌吧，我们两个都让你打，打到你满意为止。真的吗？姐姐和姨娘让我打，随你打，我们绝无怨言。那刘莹，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唐留言，你呀，姐姐生气了，那还是算了吧。不，你继续，千万别手软，这可是你们说的啊。夫君，手疼。那就不打了。那债能免了吗？出嫁从夫，我都听夫君的。欠债还钱天经地义，以为挨顿打就能两清，做梦！好你个小孽畜，你竟敢耍我们！明明是姨娘求我打的，我又没答应。唐留言，我跟你拼了！走，娘子，咱们回家。愣着干嘛？还不快把宅契交上，收拾铺盖滚出去！跪下！为何要跪？看到他断了一只手，您就觉得跪下？为何要跪？看到他断了一只手，您就觉得是我的错？明宇从小就懂事，要不是你去赌坊胡闹，他怎会如此？算了，反正我说什么您都不信。不能算了，像夫君这般受了委屈只会往肚里咽的，就活该背黑锅。你还好意思说？你嫁进来不但没有劝昭儿改邪归正，还和他一起胡闹。儿媳若是不去，又怎会知道陆明宇联合外人做局，想骗光王府的钱财？你说什么？我没有，我就是一时糊涂。你差点害他倾家荡产，沦为街头乞丐，你管这叫一时糊涂？要不要把赌坊的人都叫来对质？你敢不敢去衙门说清楚？夫君心软，看你断了手就不追究。你呢？倒打一耙，王府养你这么多年，就养出个祸害。娘子为我出头时竟这般气势逼人。明宇是本王看着长大的，终究是我管教无方。好你个孽障，你居然连昭儿都敢算计，看我不打死你！王妃饶命，王爷我错了，你走吧，本王不想再看到你。要是婉婉还在就好了。昭儿，陪爹去祠堂给你娘上炷香。没事了，你也回去歇着吧。娘希望你能早日为王府开枝散叶。刘盈会和夫君尽力的。都怪这病秧子，害了我的名誉，还坏我大计。若不除他，难消我心头之恨。娘子，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不行，太肉麻了。娘子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再也不赌了。我错了，我对天发誓再也不赌了。好难，小爷长这么大，从没跟人道过歉。娘子，我错了，我再也不赌了。英哥，兄弟一场，到你发挥的时候了。娘子，还没睡哈？干嘛？英哥，快说。世子是笨蛋，世子是笨蛋。你，娘子笑了，是不是就不怪我了？那你保证不再赌了？我有娘子这等如花美眷，就算把千金赌坊送我，我也绝不再踏进半步。娘子明鉴，我绝非耍流氓，而是真心喜欢娘子。你喜欢我？那是自然。我家娘子这姿色这才华，莫说世子妃，当太子妃都够格，谁见了不喜欢？这可是你说的。我说什么了？成婚那晚，我就看上了夫君这张脸，这要是放在内娱，也算顶流品质了。什么内娱外娱？娘子，你冷静，我可是良家子，守身如玉19年，还没做好准备。夫君不愿意，那算了。哎，我又没说不愿意。夫君，我会对你负责的。没想到我柔弱不能自理的娘子还有这一面。小姐，你今日气色真好，面若桃花。真的吗？世子妃，不好了，世子爷跑去赛马了。你说什么？听说是王妃心疼世子，
特地送了一张赛马会的请帖，世子爷没顶住诱惑，这才……王妃坏人，王妃坏人！英哥，别胡说。但宁王妃的过度溺爱确实会害了她。不行，我要去把陆昭……我压踏雪，我比较通系赤电，我觉得胭脂能赢，她那臀部曲线简直一绝。胭脂是谁？胭脂当然是我最爱的娘子。哼，好啊，去陪你的胭脂吧。娘子，你别误会，胭脂是一匹马，公的。不管是公是母，是男是女，你来赛马，不是跟我发誓说不赌了吗？我不是来赌的，我就是给兄弟们提个建议。而且娘特地给我弄来的请帖，我实在是不忍心服了她的好意。那你就当一辈子纨绔吧。娘子。昭野，你娘子的眼珠子都快粘太子身上了，这是要见异思迁啊！别胡说。抱歉，姑还以为又来一个对姑投怀送抱的女人。见过太子殿下，殿下龙章凤姿，天下女子无不仰慕。书里陆明玉就是借太子势力上的位，我先拍2句马屁，总不会出错。你听听，你娘子对太子芳心暗许了？不会吧？难道她听进去了？我家娘子这姿色这才华，莫说世子妃，当太子妃都够格。都怪我稀里糊涂的跑来赛马会，娘子肯定对我失望透顶。姑今日有约，姑娘若有意，明日可在此等姑。我也有家室，多谢太子抬爱。倒是姑唐突了，姑娘有缘再会。这太子倒跟想象中……娘子，你想对我始乱终弃？你怎么跟来了？我要是不来，你是不是半只脚都踩进东宫了？不是我，对，没错，我瞅着太子挺上进的，是个值得依靠的好男人。你快跟你的兄弟们玩去吧。别难过了，女人如衣服，兄弟似手足，我们才是能跟你玩一辈子的人。就是，走，咱们赛马去，去。哒啦啦啦啦啦！不好了，世子爷上吊了！世子爷，快下来啊！陆昭野，你干什么？小爷我要参加下个月的演武大会，听闻太子也会参加。我知道，所以我要打败他，一举夺魁。只有这样，娘子才会回心转意。你去把库房里的红缨枪给本世子扛来。还有，我小时候读过的兵书呢？垫桌角呢？少壮不努力，老大徒伤悲。不行，我不能睡。不是，回来！我不是要寻死。陆昭野，你干什么？还不快点下来！反正你都放弃我了，我还不如自挂东南枝，省得碍了你的扶摇路。在我面前演戏，你还嫩了点。你……娘子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。没事的，别担心，暂时还死不了。世子爷，事到如今，奴婢不敢隐瞒，其实我家小姐中了毒，需要凤血枝救命，否则命不久矣。是谁下的毒？自然是将军府里那些个容不下小姐的。娘子放心，我一定找到凤血枝救你。世子爷，您刚哄睡了世子妃，干嘛不留在温柔乡，非要半夜出来看医书呢？演武大会还考医术？不是为了演武大会，为了我娘子，我一定要找到凤血枝的下落。为什么没有一本医书记载过凤枝的生长地？昭儿，听下人说你在找凤血枝，可惜还没找到。听闻御药房有一株，我打算进宫偷出来。别胡闹，娘都帮你打听到了，京郊龙背山的断崖下就长着这凤血枝。龙背山断崖，多谢娘，我这就去。去了就别再回来了。世子妃，不好了，世子爷摔下了悬崖，凶多吉少，您快去济民医馆看看吧。济民医馆，济民医馆，陆昭爷，你千万别出事啊！小娘子，陪哥俩玩玩呗。你们想干嘛？听说你要为宁王府开枝散叶，那个废物世子行不行啊？不如让我们代劳，保你生个龙凤胎。滚开！
知道我的身份还敢乱来？嘿嘿嘿，小娘子还挺烈。这娘的敢咬我，一起上，扒光他！小姐，小姐，世子爷，您怎么在这儿？娘子呢？小姐听闻你受了重伤，便急着出来寻你。糟了！你立即回府，用此令牌召集王府精锐，封锁全城，全力搜寻娘子下落。别碰我！夫君，刚才好像听到了娘子的声音。桶里装的什么？给万福酒光送的鲜鱼。怎么，有事儿？臭小子干什么？开盖见了光，可就不新鲜了。哪有鱼这么娇气？放开！看够了没？都说了是鱼，害老子扣了工钱，你赔啊！不对，那人虎口的牙印和我的一样。哟，大美人醒了，正好让老子先试试。畜生！我的眼睛！大哥，那个贱人跑了，给老子追！是娘子的，血还没干，他们就在附近。若是让王妃知道，您将府内嫡系精兵尽数派出，恐怕她是本世子明媒正娶的世子妃。她要是出了事，我要你们全部陪葬。跟上！你给老子站住！我乃世子妃，我若有个闪失，我夫君不会放过你们的。那个废物要是能护住你，你能在这儿喝西北风？这荒郊野岭的，喊破喉咙也没人救你。滚开！都滚开！就这小玩意儿也想捅死爷？夫君，别过来，否则我弄死他！别动他，你要什么都可以谈。你杀了我大哥，我要你偿命，捅自己心窝子一刀。夫君，不要！快点儿！娘子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我们回家。想回家？你们做梦！刀不是这么玩的，看好了。夫君，你吓死我了！娘子，我刚才帅不帅？还敢拼？还疼吗？不疼了，倒是你。他们说你摔下悬崖凶多吉少，都吓死我了。你上悬崖做什么呀？我去采凤雪姿，可我就是爬山的时候擦伤了而已啊。啊，流萤丫头，你没事吧？谢王妃关心，流萤无碍，些许皮肉伤罢了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可惜那俩畜生都死了，没能问出幕后主使。对了，昭儿，那地图是江府传出来的，是不是出了问题？断崖上根本没有凤雪枝，我看八成是唐如意故意设的局。总觉得哪里不对，娘会继续帮你们留意的。早些休息吧，娘先走了。夫君，今日看你教训那2名歹徒，身手了得。你若肯日日习武，岂不是跟那至尊宝似的，痛杀天下无敌手？我又不是那天天斗来斗去的翠将军，何须日日习武，自讨苦吃？你真是这么想的？得，还想着翠将军呢。看来我得在此。王妃想请世子妃过去喝茶，说些体己话呢。我得给翠将军捉虫吃，没空。娘子，我让小六买了品香斋的点心，还热着呢。宝贝儿，好不好吃？那是买给你的。娘子是要给我做衣裳吗？别挡着光，我得赶在天亮之前给崔将军做件花袄子。他不是有毛吗？娘子，我的衣服也旧了。娘子，其实为夫打架不比常胜将军差的。
小六，本世子以前也是这个样子，有过之而无不及。哎，珠儿，我那些鸡笼子、鸟架子还有蛐蛐坛呢？小姐，世子连夜带着那些玩物们跑了，连池塘里的鱼都捞走了。他说再不跑呀，小姐眼里就只有这些扁毛畜生和聒噪虫儿了。我得把他们都送走，让娘子好好看看，谁才是她最该疼的宝贝。我这招呀，叫做现身说法。我就像一面镜子，让他看到自己曾经纨绔的样子。小姐真厉害。小姐，也不知道世子爷什么时候才能寻来凤血枝。先别告诉他我咳血的事，我正在引导他走上正道，不想让他为旁。小姐快点，世子爷一大早就在院子里插鱼，把找凤血三的事忘得一干二净。来得正好，管家刚弄来几味花剂，看为夫给你插鱼，一插一个准。你玩吧。听闻世子爷买了好几箱画本子，刚送到书房。夫君在看什么？当然是时下最流行的画本子。小爷我有朝一日定能成为书里的主角呀！夫君志向很远大啊，就是口味重了些。这，哼，那就祝夫君早日抱得美人归。娘子，你听我解释。这纨绔真是没救了。不，他在骗我。小姐，奴婢不懂，那书案上最下面压的是兵书。夫君在看什么？早晨他在没发现我靠近时，枪法也耍得非常好。世子爷既然决定上进，为何还要扮演纨绔呢？大概是不想给我希望，又怕……世子爷，您为什么不跟世子妃说实话？与其现在夸下海口，害他失望，还不如悄悄变强，说不定能在演武大会给他一个惊喜呢。还有，娘子最近咳血越来越严重了，她怕给我负担，总是背着我。但除了宫里，民间根本找不到第二株凤血枝，那该如何是好？我唯有拼尽全力，在演武场上脱颖而出，才有资格跟皇上谈条件，用所有奖赏换取那株凤血枝。世子爷必胜，一定能行。勤奋使人受苦，我得找娘子要点甜头。娘子，我来啦！流氓！娘子，是我，别踹，我腿上有伤。腿怎么了？今天赛马摔了。手怎么在抖？斗蛐蛐太使劲了。腿是锥子刺的，手抖是练枪练的。等娘子日后知道真相，一定感动的稀里。长夜漫漫，夫君既然扰了我清梦，总得补偿我些什么。娘子，你……夫君别害羞嘛，你日日苦读如此刻苦，难道不想付出实践？娘子，这不合适吧？但若你非要尝试，那为夫也愿意舍命陪娘子。来吧。疼！娘子，你骗我！下次悠着点儿，不许再搞得一身伤了。好嘛，都听娘子的。还有腿上的伤呢。哎，别，不要！娘子，你别动，我自己来。啊！哎呦呦，轻点啊，娘子。听听，这等虎狼之词，不愧是将门虎女，看来我们马上就能抱上孙子了。孙子？小姐，世子爷来不了了，王妃给他送了2个美妾，他被缠得抽不开身呢。美妾？世子妃请留步，老奴姓黄，是您王妃专门请来教您规矩的。王妃待我一向宽厚，从不会约束我。身为世子妃，必须注重形态仪表，方能不失体面。我原是东宫长氏姑姑，还请世子妃配合。您王妃竟然还有东宫的人脉！抬头挺胸，碗落地，可是要吃鞭子的。你只管使手段困住那病秧子，
待混小子与美妾成其好事，我就不信他们二人还能同心协力。陆昭爷怎么还没来？难道真被小妾困住了？我方才路过偏院，那动静真是听得让人脸红心跳。世子妃这儿迟迟不见喜讯，别是那美妾先得了宠。不太师仪，该罚！老虎不发威，你当我病猫？怎么，你敢忤逆宁王妃的意思？黄嬷嬷，刘瑜愚笨，不如您亲自示范。要是您能走10步不掉碗，刘瑜甘受双倍责罚。老奴只示范一遍，还请世子妃瞧仔细了。珠儿，你瞧黄嬷嬷的2只脚是不是有点外八啊？难怪跟只蜕了壳的软皮螃蟹似的。你做什么？嬷嬷息怒啊，我只是在执行您亲自定下的规则。哎呀，糟了，怎么差点把正事忘了？珠儿，快扶嬷嬷起来，我去找个大夫。陆昭爷，你要是把持不住，你就给我……不要了，不要了，受不了了！陆昭爷，难道你真的……娘子这般鬼鬼祟祟，莫不是来捉奸的？你没在里面。我要真在里面，那可就说不清了。娘子好狠，你都享受过了，怎么下得去手？你要真敢跟他们翻云覆雨，我就打断你第3条腿！里面到底怎么回事？娘子请看。来呀来呀，世子这边！哎呀，不要了不要了！娘子这下可安心了，为夫之清白日月可见，这府里能让为夫翻云覆雨的，从来只有你这只小野猫。谁是野猫？娘子上次对我做的事儿，可比现在过分多了。有机会我一定要镇镇夫纲。哦，你想怎么镇夫纲？把你困住，看你像他们一样笑到腿软，哭着求我。陆昭爷，你找打！王妃，您慢点儿。嘘，娘子的脸怎么红了？是想起了什么？那晚你再油嘴滑舌，你信不信我扬手？别动，咱们先把娘糊弄过去。小六，继续。世子，快停下，受不了了！王妃，你听，里头笑得这么开心，这事儿成了。不，这声音不太对劲。哎呦，轻点儿。娘子，再来一口。不行了，真的不行了！小爷不喊停，不许停！再来，再来！哼，任谁都招架不住怡红院的姑娘们，走吧。娘子，继续啊！人都走了，还没演够。跟娘子亲热，这一小会儿怎么够？你没听到你娘刚才的话？这2人并非良家子，而是怡红院的姑娘。王妃到底安的什么心？万一让你染上脏病怎么办？娘子，我发誓，我连他们的手指头都没碰，绝不可能染病。这不是重点，宁王妃的意图才是重点。娘向来对我极好，她不会害我吧？之前我就说过，溺爱也是一种伤害。我莫名觉得宁王妃有些可怕。但明日就是演武大会了，咱们不宜在这时候和娘起争执。正因为明日就是演武大会，心中有鬼的人极有可能会在今晚找麻烦。娘子，为夫喜香香了，今晚可否赏脸与我同床共枕？昭儿，你睡了吗？果然来。昭儿，你明日就要上演武场了，娘特地熬了10全大补汤，祝你旗开得胜。谢谢娘，娘有心了。昭儿，那2个美妾呢？娘子善妒，非要我把晚上的时间留给她。刘盈再孱弱，难道还不如那2个上不得台面的？刘盈丫头，她们虽然出身卑微，但都是清白身子，娘也是怕你扛不住昭儿血气方刚，想让他们替你分担1二。王妃这话倒是滴水不漏。娘，传宗接代的大事，我只想跟娘子共守。好，依你。娘不走，难道要监督不成？娘看着你把汤喝了才放心。只要娘安心，我喝就是。喝完就好，你们早点歇下。珠儿，快去取来皂角水，快都喝光。这么一大盆，娘子，
不至于吧？娘子，会不会是我们想多了？万一娘并无坏心呢？小心驶得万年船。小六，把剩下的半碗汤送去柴房，给那2个继子喝下。是。娘子，我感觉好不舒服啊。夫君辛苦了，让你喝这皂角水也是没办法。我现在这么虚弱，娘子可不能丢下我，要好好照顾我。好好，我肯定不会丢下你的。夫君不是浑身无力吗？你衣服呢？陆昭言，回世子爷、世子妃，两人昨晚服下汤羹后并无异样，可今早起来却脚步虚瘸，浑身无力。娘当真要害我？不如我们把戏唱完，探探他的虚实。昭儿，你有没有事？把人押上来。这不是你的错。昨晚我吩咐下人处理汤羹食材，他却没有检出其中的毒菌子，都怪我大意，害了昭儿。可昭儿这样怎么去比赛？万一出了意外，我如何对得起九泉之下的婉姐姐？你看，我就说娘没有坏心吧。别松懈，继续演。他若真扮演了10几年的贤妻良母，想扭转昭野和宁王的想法，我得从长计议。演武报了名，就不允许临阵脱逃。娘子，我们走吧。以太子之雄才，今日演武大会必拔头筹。那纨绔怎么来了？这草包感情是来给太子殿下垫场子的。那日在赛马会遇到的姑娘，竟是宁王府世子妃。昭野，今日这般盛会，你带内眷同来，莫不是怕待会儿被打死，无人收尸？你凭什么觉得今天被打的一定是我？你如今这副模样，可还有人记得你曾是神童？浑噩多年，文不能论策，武不能护身，活脱脱一个纨绔废物。姑娘这姿色又不是没人要，何必跳这火坑？你们就笑吧，一会儿本世子定叫你们刮目相看。等我夫君拿下演武第一，你们现在说的酸话全得咽回去。哼，真是冥顽不灵。等这草包被揍得狗血淋头，你就晓得自己眼有多瞎。放肆，还不道歉？多谢太子殿下深明大义。演武比试正式开始。娘子，等我拿下第一，给你争面子。笨蛋，我要的又不是表面风光，是盼你成为大丈夫，护得住自己，也护得住我。兵法策论，太子胜；射谱教义，世子胜。二人进入擂台，决出魁首。世子爷多年不读书，到底在文试上输了一筹，否则就不用打擂台了。不，他策论写的再好也没用，所有人都向着太子，包括监考官，唯有射箭有目共睹，做不了假。唉，如今能打成平局已是不易，那擂台对打岂不是凶多吉少？只能祈祷太子是位正人君子了。不行，我得去确认一下。小姐，你去哪儿了？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。原来他才是披着羊皮的狼。败者磕头，胜者扬名。开赛！等下要是我拳头中了，你可别像小时候一样哭鼻子哦。拭目以待。殿下放心，小的已在陆昭野的铠甲里藏了数十根冰针，您只要击打他那几处关键部位，这蠢胎不死也惨。容易暴露吗？冰针遇热则化，一场擂台下来，只见其伤，不留其痕。看拳！等一下，这草包要干嘛？还没开打就认输了？请娘子赐个香吻，助为夫提提气量。这么多人看着呢。来吧，元！对，给กู死！夫君，不是吧，殿下，你中午没吃饱啊？你不疼？哼，你确定不是在给我挠痒痒？夫君，
你低调点儿，殿下打你哪儿，你还他哪儿便是。记住，莫要以下犯上。他竟有这般本事，也是他儿时才经四所，力能扛鼎。不，定是太子怜悯，故意相让罢了。这不可能！再来！殿下，你是纸糊的吗？这么不经打？你闭嘴！怎么会这样？我先帮你换回来。哼，衣冠禽兽，差点着了你的道。你倒是还手啊！让着我就没意思了。快住手！太子殿下万金之躯，岂容你冒犯？伤及国本，你担待得起吗？再敢对太子不敬，力斩不赦！动手之前是哪个说的？胜者扬名，败者磕头。怎么动起贞节来就玩不起了？非也，是本官怀疑你在殿下的铠甲里做了手脚，此乃谋害储君，论罪当诛。我作弊？我宁王府百年清誉，世代忠烈，本世子需要用这种。宁王府再忠义，也不及太子殿下地位尊孔。此言差矣。宁王若有意那个位置，如今这储君是谁还不一定呢。说的没错，这天下是宁王打下来的，有些人坐享其成，却还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。尔等竟敢如此放肆，此乃大不敬之罪。殿下若连这点容人之度都没有，将来如何继承大统？太子日日习武，而世子浑越多年，若不使诈，岂能获胜？冤枉啊！我夫君天纵奇才，玩乐中便有顿悟。若是没有证据，岂能胡乱定罪？殿下，您伤得如此严重，定是铠甲里暗藏机关。您只需脱下铠甲，便可定陆昭野的罪，而您依然是演武魁首。殿下若真能拿出证据，那我夫妇二人只能以死谢罪了。娘子，不至于。先让殿下把衣服脱了，没有证据，本世子可不认。殿下，您倒是说句话呀！若这草包当真敢对您使阴招，我等绝不会放过他。除了让他磕头认错，还要再废他一双手脚，好叫他知道作弊的代价。别说了，若非铠甲有诈，就凭他那三脚猫功夫，也配伤到太子分毫？没错，东宫之主，难道还不如一介纨绔无赖？够了！别！昔日荒唐，难道就注定一世沉沦？谁还没个年少轻狂的时候？人心中的成见果然是一座大山。得妻如此，夫复何求？非要给我夫君定罪，那就把他作弊的证据拿出来啊！殿下，请您脱衣自证，一定纨绔谋害之罪。够了！你们这些蠢货，是想拔进宫最后一丝颜面吗？夫君你瞧，殿下迟迟不肯脱衣，不会真的是另有隐情吧？哼，我看他就是玩不起。还是我夫君光明磊落呀，不愧是顶天立地的男子汉。殿下，难道您真的要向一介草包认输？什么？殿下要认输了？你若认输，那我最后一拳就不打了，给你留点面子。夫君，这样不妥，演武规则总得有人横着下去。可我怕他扛不住我这一拳。殿下，莫要怕他，上啊，叫他尝尝您的厉害。姑认输！哎呀，不会吧，夫君，那我们宁王府岂不是要被灭门了？毕竟伤及储君，力斩不赦啊！娘子多虑了，太子又不是输不起的人，是吧，殿下？是姑技不如人，输得心服口服。愣着干嘛？给小爷颁奖啊！还不恭喜小爷？掌声在哪儿？恭贺世子爷拔得头筹！啊！殿下，殿下！夫君好棒！娘子打算怎么奖励为夫？夫君今日肯定累坏了，我给夫君来一套全身按摩。我不要按摩。那你要什么？我要……陆昭野，你给我等着！此仇不报，姑誓不为人！走吧，夫君，我们回家。
一个庆功宴喝成这样。娘子，你瞧，为夫新学的醉仙步，走7步能撞烂4扇门，就是撞不进你心坎里。你怎么知道没撞进我心里？进去了，完了完了，腿软的像糯米糍粑了。劳烦小仙姑抱我去床上。我哪抱得动你？赌你口仙气吧。娘子别动。够了！你把我硌疼了。啊？哪儿疼？你衣服里有个硬物。哦，那是我献给娘子的大宝贝。陆昭野，你怎么能趁着酒劲耍流氓？娘子不要。不要。可这是我好不容易才求来的。这是凤血枝。演武魁首的奖励是丹书铁券，我没要。我进宫找了圣上，跪了3个时辰，总算换来了御药房唯一一株凤血枝。我只愿娘子能够长命100岁。陆昭野，谢谢你，你真好。娘子，那今晚我们可以抱抱睡吗？以后都可以。娘子快来！但眼下有件事我想同你说，太子和宁王妃都不是好人。娘子瞧，前日你咬的印子还在呢，今晚该轮到为夫了。这都是我亲手绣的香包，能驱邪添福的，图个吉利。唐大小姐真是手巧，我特地给妹妹绣了个大的。妹妹可还在怪我出迁那时，一家人哪有隔夜仇？世子妃这么冷漠，倒显得矫情了。况且一个香包而已，还能害你不成？那刘盈就谢过姐姐了。关了1个月禁闭，总算重见天日了。嘘，是我。陆明宇，你还有脸找我？之前我也是迫不得已，现下我们必须合作，才能弄死陆昭野和唐流莹。对付世子我暂无良策，不过唐流莹嘛，我娘子她还在母胎里的时候就给她喂毒，如今只差1味药引，就能让她毒发暴毙。这香包里就藏着最后1味药引。唐流莹，我真是迫不及待想看你毒发的惨状。皇上驾到，太子驾到。今日是团圆宴，诸位不必拘束。夫君，我去解个手。娘子怎么还没回来？回世子爷，奴婢也不知世子妃去了哪儿。救命！刘盈，你怎么了？殿前失仪乃是大罪，你如何认定那就是我娘子？不是她还有谁？她那座位都空缺许久了。看来姨娘很关注我啊！我不过出去解了个手，怎么回来就遭姨娘胡乱攀污？要说没在座位上的，不是还有姐姐吗？如意方才一直咳嗽，出去透气了，很快便回。不是姐姐就好，否则将军府的脸面往哪儿搁呀？来人，快将那疯女人控制住，莫要惊扰圣驾！如意，怎么是你？娘，救我！幸好我体内毒素已紧，又早有防备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莫不是这香包有毒？不是的，香包没。臣妇恳请太医查验。宣太医。回禀陛下，香包内确实藏了1味有毒香料，但剂量非常轻微。这香包里竟真的藏了毒！姐姐说香包都是她亲手做的，她接触的最多，这再轻微的剂量也容易中毒。不可能，这香料对普通人无效，它只能诱发马金子的毒性。我娘子恰好身中马钱子这味慢性毒药多年，如此巧合，你们作何解释？哼，唐将军宠妾灭妻，可是在京城里出了名的。姨娘和庶女胆敢毒害嫡女，还不是因为她的纵容？这世子妃也真是个可怜人。唐爱卿，你糊涂啊！
求皇上明察，微臣绝没有做那等有损阴德之事。那我娘无故早产，我被病痛折磨多年，又是怎么回事？你个小贱人，不要胡说！姨娘别打我，我害怕。世子妃这反应，一看就没少挨打。唐将军连家宅里的事儿都搞不定，怎么？唐丽人，今日团圆佳节，本该以和为乐，你却将后院鸡飞狗跳之事闹到宫里来，你是想让朕和满朝文武都来看你家的笑话？微臣无能，求皇上开恩，都怪这心狠手辣的毒妇。老爷，我知道错了。够了！从现在起，你被休了，带上那逆女，立刻滚出唐家。老爷，刘英，那香包没伤着你吧？没事的，爹。刘英知道自己命如萤火，微不足道，而姐姐是您捧在掌心的如意，我从不敢与姐姐争的。听听，庶女叫如意，嫡女叫刘盈，这两位小姐自打出生起，就已经在唐将军心中区别对待了。你亏欠我娘子颇多，难道连一句对不住都这般难出口吗？是爹错了，爹对不住你，也对不住你娘。夫君，刘盈身后若有个厉害的爹，今后在王府也能更从容些。岳父大人明事理，我娘子也不是小气的人，以后两家多多走动。是啊，今后你们俩家就多多走动，联络联络感情。是，都听陛下的安排。如此甚好。该死，宁王府和将军府抱团，姑岂不是又多了一个？娘，我不去，我死也不去求他。你以为你还是千金大小姐？咱们娘俩现在连条狗都不如。麻烦您通传一声，我想见见世子妃。姜氏，她怎么来了？大娘，您叫我？你叫我什么？您是？世子妃，世子爷选不好今日出门的外衫，正在闹脾气呢。唉，不就是出门约个会，怎么跟个小媳妇似的？阿莹为什么不认我？娘，你看到了吗？唐刘盈不认识自己的亲娘，每月上山烧香，演得倒像孝女，如今飞上枝头，连戏都懒得唱了。不，之前我就觉得她变化太大，十分可疑。你说会不会，她根本不是唐刘盈？世子妃，他们说你不是我的女儿刘盈，你可有话说？他们是谁？那两个唯恐天下不乱的。您瞧瞧，她从前病恹恹的，如今容光焕发，哪还像您女儿？从前我病得快要死了，爹都不闻不问，如今夫君疼我，把我养得容光焕发，反倒成了罪过。可如意说你连亲娘都不认，她的话你也信？你敢说你认得出姜氏？连亲娘都不认，畜生不如！宁王府娶了个冒牌货，冤大头啊！小爷我不管他从前是何身份，如今他就是王府世子妃，我看谁有异议。我看他身份可疑，必须押送大理寺严刑拷问。你有什么要解释的？说不出了，我看你不是邪祟附身，就是敌国细作。世子，他若不是刘盈，唐某绝不轻饶，宁王府也护不住他。你们空口污蔑，我凭什么认？还嘴硬？好，把人带上来。是。姜氏，你亲口说，她是你女儿吗？妹妹，现在认罪还来得及，冒充将军府嫡女可是欺君之罪，要被砍头的。刘盈啊，只要你当众认错，我们保证替你求求情，最多发配边疆，做个官妓罢了。孽女，还不从实招来！这是吓得说不出话了！不要脸的贱人，骗婚骗到宁王府头上了！哎呦，各位可轻点声，咱们世子爷还要脸？怎么不敢说话了？方才不是伶人牙俐齿得很吗？冒充贵女，按律当施以敬刑，游街示众后凌迟处死。果然有人恶意造势，似乎就是演武大会上那人。可怜真正的刘盈，被你这个攀高枝的害了性命。姜氏，你还不速速将实情交代？阿莹，你别怕，就算全天下都不要你，娘也认你。娘，女儿心里好苦，旁人不信就算了，爹竟然也怀疑我。
好孩子别哭，这样的爹不要也罢。不可能，怎么会这样？他叫我阿莹，难道他是？娘！阿莹，她果然是原主的母亲，我光是看书完全不知道她的样子，这段时间也没去庙里探望她，真是该死。阿莹，你刚才……娘，您别多想，方才我是看到柳氏和唐如意在门口鬼鬼祟祟，才故意不认您。我猜他们定有下一步计划，还请娘配合我，彻底让那母女二人翻不了身。只要是对你好的，娘都听你安排。今后就让我代替您的女儿，好好孝顺您。我和娘都听得清清楚楚，你明明喊她大娘，姐姐怕是得了失心疯。我喊的分明是阿娘，我自己的女儿，难道还会认错？倒是有些人其心可诛。她3岁时从秋千上摔下来，留的疤还在手腕上，这些旁人不知，你也不知，你就这样纵着一帮小人当众羞辱你的女儿，你枉为人妇。可是混账！闹这一出，你是掀唐家的脸，还没丢够！爹，你打我！别叫我爹，我唐丽人没你这个女儿。老爷，你要打要杀都冲我来，如意是你的骨血啊！这逆女变成今天这样，都是你的纵容。刘莹，都怪爹偏听偏信，管教无方，害你受委屈了。岳父大人，构陷我宁王府世子妃，可不是一句道歉就能解决的。来人，将唐如意和柳氏押送大理寺严审，其余造谣生事者，若有异议，同罪乱诛。老爷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唐刘莹，我要你死！夫君，如意，老爷，求您看在父女情分上，自作孽，不可活。小六，带世子爷进去包扎。爹，您先送娘回去休息，剩下的事我来。救救他！快救救他！求求你了！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我错了。错了？你诱我入赌局时，可曾觉得错？如意，别死啊！别丢下娘！你们娘俩算计了一辈子，算不到会落得这般下场吧？刘颖，求你，我求求你救救他！晚了，好好享受你们亲手种下的因果。要怪就怪自己太蠢，拖走，别脏了王府的地。是。娘子，快来给我上药，这伤口可疼了。伤口这么深，非得等我做什么？万一留疤了。那娘子亲我一下，补偿为夫。娘子，你这是要谋杀亲夫啊？都受伤了还不安分点儿？可我就是想亲娘子。赵野兄好福气啊！娶的媳妇儿不仅不管着你，还3天2头请我们喝酒。我家那母老虎，连我跟丫鬟多说句话都要吃醋。那是我家娘子这样的满京城世子妃，我敬您，感谢您没把招野拴在裤腰带上。我不胜酒力，以茶代酒，二位见谅。娘子，有你真好。娘子，
娘子，滚！这是我娘子。无妨，赵公子喝多了。装什么清高？不就是个女人吗？就是，好东西要兄弟共享。你俩疯了，喝酒喝的脑子丢了。娘子别生气，他们定是今日喝酒上了头。我先回房了，你让人送他们回府吧。这小手比醉仙楼的姑娘们嫩多了。放手！赵公子请自重。赵子义，你干什么？别逼老子跟你断交。娘子，没事吧？陆昭野，你为了个女人跟兄弟翻脸，老子不想忍了。打得好，来，让哥哥好好疼你。你们找死！今儿老子非要当着你的面办了他。对，不仅要办了他，还要让你在旁边看着，给爷死！夫君冷静点儿。我冷静不了一点。娘子，对不起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现在气得不行，我控制不住自己。不对，这酒有问题。来，继续喝。清醒了吗？行了，行了，世子妃饶命！爷，您慢点。娘子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今日我与你们吃的一样，唯独没喝这酒，你们却突然发狂，这足以说明是酒有问题。这酒是他俩带上门的。喂，哪儿买的假酒？万福酒楼，以前都是在那儿买的，从没出过问题。是啊，我们以前都在那儿喝酒，不过今天的小二有些面生，还特别殷勤。是他吗？对，就是他。陆明宇，好得很，都算计到我兄弟头上了。他想要的结果无非两个：若你们得手，便是我们夫妻遭殃；若我夫君反击，就是残害挚友的暴行。小刘，你一会儿就这样。来人，快来人啊！出大事了！快去把全城最好的大夫都请来！快啊！回去告诉殿下，大事。两位大人，这边请。陆昭野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把我儿怎么了？我儿要是有个三长两短，管你亲王世子，都得陪葬。两位大人上我宁王府，空着手不说，怎么还带了条狗？世子爷，事到如今，您还想粉饰太平吗？两位公子到底犯了什么错？您竟下如此狠手？你看到啥了？昨夜我便听到府内传来激烈打斗的声音，吵得都快掀翻了房顶，只怕赵公子和周公子凶多吉少。陆昭野，我儿现在何处？今日若不交出我儿，老夫拼了这条命也要血洗宁王府！两位大人好大的火气，这青天白日的，怎么一进门就喊打喊杀？世子妃，两位大人爱子心切，您就快让世子爷把两位公子请出来吧。是生是死，总得有个交代。你倒是演得一手好戏。少废话！我儿若少一根汗毛，老夫定要你！跟他啰嗦什么？直接搜府！放肆！宁王府岂是你们说搜就搜的？世子这般阻拦，莫非真有什么见不得人的？狗东西，你再挑拨试试！陆昭野，当着老夫的面还敢行凶，今日就是闹到御前，老夫也要讨个说法。那若是闹到御前，两位大人发现自己被人当猴耍了，又当如何？谁敢耍我等，我这剑定让他血溅当场。既然如此，夫君，咱们就别卖关子了，快把两位少爷请。
子怡，你可无碍，你没事吧？我好得很啊，还没跟昭野喝尽兴呢。爹，你怎么敢在宁王府拔刀？乌纱帽不要了。关门！啊！这么着急想去哪儿？世子爷，误会，这都是误会。夫君，你说挑拨亲王世子与朝廷命官，这属于构陷忠良、祸乱朝纲吧？会被砍头吗？砍头？何止砍头，凌迟都算轻的。不要！我也是担心两位公子安危。你在我们酒里下药，府医验过了，那药能使人狂性大发。你是存心要我们血溅当场？好啊，看来我俩真被这孽畜当猴耍了。冤枉啊！定是两位公子醉酒记错了。今日非扒了你的皮不可！哼，让老夫……娘子，为夫最听不得狗叫了。发生何事了？王妃，救我！两位大人，不如给我个面子，此事就此作罢吧。今日让两位受惊了，改日我定亲自设宴赔礼。王妃言重了，今日冒昧闯府，还望王妃海涵。小六，送两位大人出府。昭儿，还不送你两位师兄？今日多有叨扰，改日便向王爷当面赔罪。刘盈，你也去送。那他呢？娘自会惩治他，你还信不过娘吗？刘盈不敢。娘，我腿被打断了。别嚎了，你想把我也害死不成？马上去庄子上避一避，我抽空过去看你。娘，你怎么了？陆明宇呢？这孽畜打伤我跑了。他怎么敢？夫君，先别管其他人了，快扶王妃回屋。小六，去请大夫。是。我要怎么跟夫君开口呢？我该怎么才能让他相信一个宠了他快20年的继母居心叵测呢？夫君，娘是装的，你想跟我说这个，是不是？我让珠儿去将军府问过，唐如意和柳姨娘自赌局后被我爹罚了1月禁闭，所以绑匪那事儿不是他们干的。是娘？绑匪无意中说漏了一句话，你们想干嘛？听说你要为宁王府开枝散叶，那个废物世子行不行啊？不如让我们代劳，保你生个龙凤胎。而这句话是王妃时常挂在嘴边的。娘希望你能早日为王府开枝散叶，再加上错误的地图，东宫出身的教心嬷嬷，演武大会前的毒君子，桩桩件件过于凑巧，而他与陆明宇的关系或许比估值更……爹，我想发一道追杀令，重金悬赏陆明宇的项上人头。不行，我与夫君皆被他暗中操控陷害，娘为何反对？再过2日就是王爷的寿辰了，这时候去追杀一个曾经的养子，有损王府仁德之名，不妨等过了寿宴再解决。还是夫人思虑周全。书中提到，宁王寿宴当日，陆昭也通敌叛国的密信被揭露，那信藏得极为隐蔽，要不是我看过原著，恐怕掘地3尺都找不到。但我还没看到作者揭露内鬼的篇章，一直猜测是陆明宇。如今看来，内鬼确是宁王妃。小姐，这是凤血之熬的汤药，喝完这一碗，您多年陈罡就全好了。只是剩下的半株该怎么处理？大夫说，此等灵药连断骨都能愈合，是有价无市的珍宝，务必好好保存在药房冷库。是。我爹对沈氏有情，加上这些年没让他诞下一儿半女的愧疚，怕是很难相信他是个坏的。所以我们才要放饵钓鱼。小六，在。去弄半株假的凤血汁，放到药库，让王妃自取。回世子妃，凤血汁不见了。可以收网了。父王，儿臣有事要禀。
这样不对劲儿，我的腿好像被火烧一样疼。这怎么可能？这明明是我亲自从药房取来的凤血汁啊！怎么会这样？我的手怎么也开始溃烂了？娘，救救我！救我！你别碰我！你要不要听听自己在说什么？他一手把你拉扯大，你怎么能怀疑他？我就知道您不会信，但证据很快就到。够了！你再胡闹，信不信我打断你的腿？我的脸怎么会这样？你究竟是从哪里听来的流言蜚语？无凭无据，你怎么敢污蔑你娘？他要害死宁王府，我不会再认他这个娘。逆子，你给我闭嘴！王爷，等等，王妃回来了。夫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你捂着脸做什么？妾身没事，还请王爷容我回屋小憩。王妃看着不像是没事的样子。呀，怎么手上有血啊？你这脸……我在路上被一乞丐拦路抓挠，不知道感染了什么病。王爷不必惊慌，我休息2天便好。王妃，王爷寿辰在即，竟有乞丐在这时候冒犯宁王府主母，绝对不能轻饶了他。你说够了吗？让开！王妃一向柔和，今日怎么这么凶？我就是被乞丐吓着了，与你何干？你说的乞丐是他吗？哦！放肆！此等孽畜，谁允许他进来的？给本王撵出去！等等，我怎么瞧着王妃脸上的伤和陆明宇腿上的很像呢？夫君，你觉得呢？不能说很像，只能说是一模一样。哦，那定是这二人私底下有什么接触了。你和这个逆子还有联系？不是，没有，他害昭儿，我恨不得杀之而后快。娘这么替我着想，不如现在就打死他吧。看起来王妃似乎不太忍心呢。怎么？难道在你眼里，昭儿还不如这个白眼狼？不是。那就下手啊！你不会真的要打死我吧？等一下！王爷，来人，一刀了结他吧，省时省力。不要，别过来！你还在犹豫干什么？陆明宇可没给我夫君留活路，要不是夫君命大，宁王府就要绝后了。你身为他娘，一点也不生气不心疼，不想替他报仇？夫人，你究竟有什么顾虑？难道真如昭儿所言，你这20年来的贤妻良母都是装的？没有，我没有。还是说你和这畜生一样，也想要昭儿甚至我的命？不是，当然不是。那就给我杀了他！事到如今，唯有自保，别怪为娘了。你真让我死啊！我可是你亲儿子。他刚刚说什么？他什么都没说，王爷，您听错了。可我听到了，他说他是你妻。你给我闭嘴！你怎么敢把刀指向我的妻子？所以在你眼里，我们都是外人，陆明宇才是你的亲人。你们狼狈为奸，要置宁王府于死地。我问你，昭儿说的是不是真的？不是。都到这步田地了，你还有什么好瞒的？娘！别说了！你来说！没错，我就是他儿子，是在他嫁入王府之前就有的亲儿子。难怪原著里王府一家被斩首，只有宁王妃幸免于难。他虽然不许我认他，但却以远房侄儿的身份让我给你儿子伴读。你儿子这些年享受的锦衣玉食，我样样不缺，这还得多谢你呢！爹，为什么？
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你明明可以当皇帝，却主动放弃。为了让宫里那位安心，还不许我再生孩子，我变成这样都怪你窝囊。你嫁给我之前就与人珠胎暗结，难道这也是？那是你该，你不给的，我和我儿子自己来拿。事到如今，我就不跟你兜圈子了。这些年，我早已将你的势力拢到自己手里。王府亲卫何在？誓死追随主人！你要造反？没错，我本就不屑于被你养在深闺，我要的是权势。你若想要，你可以告诉我，宁王府都归你管，为什么非要走到你死我活的地步？我想要的，你这个窝囊废和你的纨绔儿子都给不起，还跟他们废什么话？统统杀端啊！闭嘴！都怪你提前暴露，坏了我的大计，现在还得靠我收拾残局。唐流莹，我可以给你一条活路，把毒疮的解药交出来。你以为就这点人就能杀死我们？你一个病秧子，他一把老骨头，加上这个被我养废了的草包，怎么可能从上百号精锐的屠刀下拼出一条生路？昭儿媳妇，你把解药给他，走吧。王爷，是我瞎了眼，引狼入室，不能拖累无辜之人。王爷您错了，他一个为了权势可以伪装20年的阴险小人，何来信誉可言？就算我交出解药，他也不会放过我的。娘子，你想与我同生共死的心意，我领了。但你不能有事，把解药给他吧。他要是食言，我就跟他拼命。可是夫君，我下毒的时候没打算过他们，根本就没有解药，居然连后路都没给自己留，娘子真是爱惨了我。聊完了没？不交解药，你们一个……你以为我请君入瓮会毫无准备吗？什么意思？谁敢动我女儿？先问问唐某的刀答不答应？娘子，没想到你还留了这一手。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娘家资源，当然不能浪费了。唐将军今日大恩，来日必当重报。宁王不必客气，王府与我将军府乃是姻亲，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唐将军，你忘了是唐流莹害无家可归，妻离子散，你居然还帮他。这小贱人把你赶出将军府的时候，可没顾念养育之恩。刘英答应我了，只要我好好对他娘，将军府的宅契他自会归还。区区一张宅契就把你收买了？唐将军若真缺这1亩3分地，我愿意把宁王府给你，只要你撤兵。你说的是这整座宁王府？没错，宁王府可是京城最大最豪华的宅邸，唐将军不心动？娘子，岳父大人不会倒戈相向吧？像唐流莹这等不孝女，根本不值得你替她卖命。只要她一死，将军府自然归你，届时你坐拥全京城最好的2座府邸，何等风光！爹，哎，你不必说了。识时务者为俊杰。以后唐将军跟咱们就是一条船上的人了。你们那是什么船？贼船！唐某一错再错，不想继续错下去了。来人，拿下宁王妃和这孽畜！唐丽人，你愚不可及。唐某可不屑与你狼狈为奸。那你刚才在犹豫什么？我并非犹豫，只是有些不解。你把这宁王府给我，那你还剩什么？我爹的顾虑没错，宁王妃出手如此阔绰，难道背后还有更大的金主？我只是想诓骗唐丽人而已，他没上当，真是可惜。爹，这2人如何处置？明日寿宴，陛下与太子亲临，我若今日大开杀戒，只怕招来是非。娘，我的腿快疼死了，他们这样关着我，还不如直接杀了我。忍着，只需熬过今晚便好。明日宁王府将迎来灭门之灾。你已留了后手。我曾让你模仿陆昭野字迹写下的那些密信，已被我藏在了谁也发现不了的地方。马上，好戏就要开场了。昭儿，这些年委屈你了。没事，习惯了。都怪为父眼瞎，对不起你，也对不起婉婉。爹，您先喝着，我在厨房包了佛跳墙，再不去看着火就要糊了。你还会煲汤了？我儿长大了，还知道给为父准备如此贴心的寿礼。您快撒手，别耽误我给娘子送汤。不是给我包的。您都这把年纪了，吃太好会虚不受补的。臭小子，有了媳妇忘了爹。娘子在画什么？
这是？说什么呢？这是明日要献给宁王的松鹤延年图，祝愿他福寿安康，长命百岁。娘子，要不还是画点别的吧？你会你来。别恼嘛，为夫教你，握笔要这样。娘子手指太僵了，你看，鹤颈该这般婉转，松枝要苍劲。对，就是这样。娘子悟性真好。陆昭野，墨都晕开了，还教不教了？教，自然要教。鹤是双宿双飞，松是经久耐折，就像……等，我是说对娘子的爱意经久不息。再胡说，就在你脸上画乌龟啊！是时候该阵阵夫纲了。我在这儿写上陆昭野3个字，往后旁人一看便知你是我的。你敢？他自己要落的，可不怪我啊。这下谁看了都知道你是我的。那就谁也别想好。恭贺宁王大寿，愿您福寿绵长，德泽永驻。承您吉言，有心了。下官祝您松柏长青，官运亨通。多谢，入席同乐吧。皇上驾到，太子驾到。臣拜见。贤弟快请起，今日你是寿星，你最大。陛下折上。今儿个老爷大寿，老奴给王妃送些点心，还望二位爷行个方便。你可算来了。圣驾已到前厅，娘娘快换上这身衣裳。那2个蠢货正吃着点心呢。今日怎么没见宁王妃？是啊，以前这种宴席，宁王妃八面玲珑，张罗的最是周到了。贱内身子不适，正在养病。求陛下救妾身一命！这不是宁王妃吗？她的脸怎么回事？来人，快扶王妃下去！别碰我！启禀陛下，宁王他要杀我灭口！什么？贱内身染恶疾，惊扰了陛下，臣这就派人送他回。且慢！宁王妃从前对孤甚是疼爱，若真有什么冤屈，不妨直言。太子所言极是。宁王妃，你刚才说宁王要杀你？是，因为妾身发现了宁王府通敌叛国的罪证。你胡说！通敌叛国，这可是株连9族的。昭儿，事已至此，你就认罪吧。你本可以继承封地，成为北地藩王，只因你儿时贪图玩乐，不愿被职权约束，因而主动放弃。可你现在长大了，后悔了，你就联合北边几个属国，想把北地据为己有。此事当真？绝无此事，全是这毒妇信口胡诌。我没胡说，我亲眼看到陆昭也把通敌密信藏了起来。信件在哪儿？妾身不敢去拿，怕被杀人灭口。带朕去。陛下，不可偏信他一面之词。姑爷不信昭野会叛国。昭野，你快求父皇网开一面啊！殿下这话好没道理啊！我夫君又没做错事，为何就要求饶了？可宁王妃言之凿凿，万一真的搜出证据来，昭野就再无脱罪的可能了。我没做过，何来的罪？多说无益。宁王妃，带路吧。是。怎么会？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臣悼念亡妻的祠堂。陆昭也时常会来此见婉姐姐。从前我也以为他思母心切，后来才知道，他居然把通敌叛国的罪证藏在那画像的后面。你血口喷人！哼，是真是假，一看便知。这是哪儿来的？藏得如此隐蔽，难道真有蹊跷？打开。等一下，这盒子开不得。此话怎讲？此匣中物件不堪入目，恐冲撞了陛下。越是遮遮掩掩，越是说明宁王府有异心啊！昭野，你让姑太失望了，更是辜负了陛下对宁王府的信任与期许。昭儿，难道你真的……这盒子里的东西确实见不得光。昭野，你想要封地为王，你陈请父皇便是。
你为什么要与敌国暗通呢？世子糊涂啊！私通敌国，暗藏密信，要诛九族的。不，我儿不是这样的人。请陛下开匣明察。开。夫君，怎么办？娘子，事到如今，我们只能认了。与敌暗通，祸乱朝纲，其心可诛。妾身恳请陛下对陆昭也枭首示众。沈青瓷，说这匣子是不是你藏的？怎么可能是我？我一介妇道人家，既要不了封地，也当不了皇帝。可你父子俩不是啊？你们早有一心。你休要胡言！看来朕这个位置你惦记很久了。陛下，臣与犬子赤胆忠心，日月可见呐！死到临头还想狡辩，你们俩还不跪下求求陛下，赏你们一句全诗啊！父皇，昭也定是一时糊涂，请您开恩。夫君，只是随手绘了几幅上不得台面的字画，真的这么大罪过吗？娘子，你画的那些图确实不堪入目，陛下万金之躯，看到一片鬼画符，定然难安。什么鬼？不就是太子殿下刚刚拿出来的那些吗？这是何物？这是我想献给王爷的松鹤祝寿图，画了一整宿，实在拿不出手，只好送来给袁夫人过目，想请她入我梦，指点一二。原来是一场误会，世子妃不必惊慌。你这些画，这些涂鸦虽然上不得台面，但只要过寿的宁王不介意，你并无罪过。本王怎么会介意？本王的儿媳天真烂漫，就算她画的是乌龟王八，本王也喜欢。怎么可能？真的只有松鹤图？不，这不是画，这里有字。陆昭也，这下你死定了！孤来念，陆大世子，我今日又赶跑3个给你送香囊的闺秀，气得往你枕下塞了18个养阳粉修囊。可夜里抱着你枕头发呆时，还是偷偷换成了安神的桂花，果然不堪入目。不过是闺房乐趣，让诸位见笑了。哼，密信确实藏得隐秘，可惜碰上本小姐是。今日之事是朕太心急了，差点错怪贤弟。臣惶恐。娘子，没事了，陛下宽宏大量，我爹更不可能怪你，别委屈喽。但王妃无凭无据污蔑夫君，我实在不解。你这毒妇，贪污亲王，其罪当诛。殿下住手！你干什么？是殿下，你要干什么呀？就算要定罪，也得问问陛下不是？父皇明鉴，儿臣一时情急，为昭也抱不平，失了分寸。罪首确实该死，但他终归是宁王的夫人，就交给宁王府自行解决吧。谢陛下。太子，你还有何顾虑？儿臣没有。你们是什么时候调换了盒子里的东西？昨晚那些你让陆明宇模仿我夫君笔记写的谋反信，已经被我一把火烧了。我明明藏得这么好。娘子，其实我也很好奇，虽然我配合你演戏，但一直想不通，你是怎么发现密墙的？自然是袁夫人托梦告诉我的。简直胡扯！娘亲，谢谢您的庇佑。蠢货，他这样荒唐的说辞你也信？娘子说的任何话我都信。他还说你背后是东宫，是吗？不是，我若供出太子，就再也没人能收拾他们了。你以为你不说，东宫的阴谋就无人知晓了？你想干什么？我已让人放跑陆明宇，我们且看看他会。我知道孟老板是太子心腹，我求您帮帮忙，我想见太子。你算个什么东西，也配见太子？我曾有幸入穆东宫，为太子出谋划策。哦，那你说说。演武大会是我替太子准备了内藏冰针的铠甲，虽然没能帮到太子，但中秋宫宴我助唐如意下毒，然后反而坏了太子拉拢将军府的谋算，惹太子大怒，是不是？虽然这2次都没帮到太子，但我娘藏在宁王府的通敌密信，就是我模仿陆昭野的笔记写的。太子答应我了，只要事成就封我为王，赐我北边封地。那若是没成呢？怎么会？
我从宁王府逃出来的时候，那帮蠢货还在吃席呢，根本就不知道大难将至。太子他竟行此大逆不道之事！陛下，我爹和皇上怎么会在这儿？得知陆明宇悄悄约了孟老板来此，我便让王爷以品茗论道之名邀圣驾至此。娘子，你是我的神！门外那两个别说悄悄话了，都进来吧。民女得世子妃指点，弃暗投明，只为揪出祸乱朝纲的小人，请陛下息怒。你说的小人，居然是朕一手养出来的好儿子！陛下保重，贤弟，我本就不是治国之才，坐上那把不属于我的龙以后，爱妻在后宫争斗中惨死，我也因操劳得了不治之症，唯一的子嗣不成器，这都是报应啊！你为了让我安心，除了招也没再要第二个孩子，甚至放任他沦为纨绔，而我却养虎为患，差点让那孽障祸乱江山。为时未迟，还有补救的机会。妾身还有半株凤血枝，定能治愈陛下。我已时日无多，是时候卸下重担，去向先帝忏悔了。这天下该由你来扛了。陛下，此人如何处置？凌迟处死。夫君，娘子，听说你当上太子了？立即收拾东西，随我搬进东宫。对了，好几位朝臣送来了他们女儿的画像，让我择选几位当侧妃。今日如此打扮，莫不是特意穿给那些莺莺燕燕瞧的？酸味都隔着围墙飘出去了。为夫这孔雀开屏式的打扮，不就是为了给我娘子养养眼？哦，那朝臣们送上来的女儿，夫君打算怎么处置呀？全都打发去御膳房，专给我家娘子做醋溜白菜。就知道贫嘴。刘盈，这辈子我认定你了。